大家好啊，欢迎观看我们新一集的《钢铁学院4》啊。在上一集中，德国终于重建欧洲霸权，但是上一集存档出现了一些问题，考虑再三之后，还是决定重新再打一遍。那么现在终于是到了和上一次差不多的境地，情报机构现在也可以正常显示了。那么德国在这一集里面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话不多说，马上开始。内战的毁灭和旧秩序的瓦解早已是陈年往事，现在哪怕某些党内人士仍对国会通过的每条法律都愤愤不平，也不妨碍人民举国欢庆。随着人民重获基本的自由，经济持续繁荣，人民对元首的崇拜也与日俱增，于数十年来承诺之中却不曾兑现的黄金时代更进一步。目前我们已经完成初步改革，为日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因此，元首决定尽快开始第二轮改革。此番改革的重心关键在于我们的殖民地、奴隶制以及国家前途若干问题。但在开启新一轮伟大征程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反思、评估一下当前情况。尽管有武力作为后盾，但各个被我们征服的领地的命运仍然悬而未决。但我们还是要就征服的这些地区的未来做出决定，他们不能永远这样继续下去，但我们也不能简单的一走了之。目前党内的意见主要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应该和这些地区展开合作，而另一派则认为应该直接进行军事管制。尽管元首私下认为奴隶制对于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奴隶制显然无法长久维持下去。如果没有奴隶制，经济崩溃或许不会如此难熬，德国社会也不至于两极分化到如此地步。尽管德国国内派系林立，从无私的义士到种族主义分子无所不有，但除去那些最为顽固的狂热分子和企业家，所有人都认为奴隶制应当被废除。然而，终结一个已经实行了20多年的制度绝非易事，废除奴隶制必须循序渐进，每一步都要精打细算。突然大规模解放奴隶，必然会让整个欧洲陷入混乱，并在短时间内对德国造成远远超出过去20年的伤害。要解决奴隶制问题，我们首先必须制定进攻计划。企业家他们目前掌握了大量奴隶，军国主义分子他们认为军工复合体必然需要依靠奴隶制维持运转。党内反动派他们时至今日仍然认为奴隶制是民族社会主义的核心，将腐败财阀和支持奴隶制的律法通通踩在脚下。可以预见，为了让这些人乖乖听话，我们得做出不少让步。不过，为了换取合作，税收减免和特殊待遇根本微不足道。我们会在元首官邸宴会上向各大公司 CEO 及企业高管提出方案，而与会的大批元首支持者会向这些吸血鬼施压，淹没一切反对声。随着几大巨头得到一定程度的安抚，我们可以着手推行下一步的废奴计划了，将全部私人奴隶收归国有。此后，所有奴隶将是德国政府的私有财产，只能按元首令来使用或处置，而这恰好意味着更人道的待遇。如此一来，奴隶改革运动与国际社会都会得到满意的答案。正常的工时和最基本的人权，当然他们仍然是奴隶，不过哪怕是最微小的进步，对于现在的他们来说都意义重大。也许未来一代会问为什么不马上解放这些奴隶之类的话，并因此鄙视我们。然而，与这项改革给祖国带来的好处相比，他们的想法根本无足轻重。施佩尔的成功主要归功于他废除奴隶制的承诺，国内的其他问题在奴隶制面前显得无足轻重。奴隶制已经玷污了德意志民族的道德水准与民族精神，废除奴隶制将是日后宣传及外交攻势的重中之重。奴隶们对于施佩尔的承诺心知肚明，也知道自由正在向他们招手。虽然这起初缓解了他们的不安，但被奴役的日子每增加一天，他们自行争取自由的可能便多一分。对于任何稍微有意愿进行情报挖掘的人而言，得知元首参与过强迫劳动计划这件事轻而易举。这一不幸的事实已经在激进的学生群体和非法意见组织中传播开来。此类消息若进一步蔓延，显然会对元首的声誉和权威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害。因此，我们必须留意那些煽动者和野心勃勃的改革派官僚。国家情报局会对那些了解涉及党内重要档案的人士进行严格审问，并在必要时处理掉个别问题最为严重的家伙。此外，接触有关强制劳动和集中营等机密信息将会受到进一步限制，除非个别内容能让我们受益。那些空想家大多已被驱离，但党、官僚机构以及国防军内部仍然有不少人暗中发力，
试图维持现状。改革方案正面临着那些曾声称与我们同在的人的强烈反对。我们不能放任这些隐藏的颠覆分子啃食执政根基。国家情报局及党内改革家必须毫不留情，立即驱逐奴隶制支持者，如此才能彻底纠正德意志这艘巨轮的航线。废除奴隶制只是解决奴隶问题的开端，单纯的想要解放下等民族，只会产生新问题代替旧有的问题。解放成百上千万的奴隶，也会产生同等数量的无家可归者、无处可去的赤贫人口，而且在德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下无法获得公民身份，这也是反对奴隶制人士始终无法解决的问题。然而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方案，该方案名为遣返方案，共分为2个阶段。首先是废除奴隶制，此举会将所有奴隶置于中央政府的管理之下。第2阶段相比第1阶段要困难得多，将所有奴隶遣返原籍。战后欧洲的版图巨变使得这一阶段更为复杂，例如所有的俄国人都会被送到莫斯科。尽管如此，对于这些受难者来说，遣返方案仍然是他们最后且最大的希望。德国的阵营不能再作为一个耻辱的主人和奴隶的联盟继续存在，虽然保守派会因此大发雷霆，但德国人民为东方付出的牺牲已经够多了，继续将我们的意志强加给斯拉夫人和其他的原住民，只会造成更多无谓的牺牲。虽然我们不能将这些征服的地区控制权拱手相让，但没有人比当地人更了解这些地方的情况，因此将当地事务交给当地人处理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尽管对于德国来说，尽管鉴于德国对当地数十年的统治，当地人会不会对德国心存感激仍是未知数，但借此也许双方的后代能探索出一条信任和尊重之路，至少我们已经有了规划。我们以前的规矩确实有些令人难以接受，这也导致了我国民众与被征服的人口接连不断的冲突，但时间会治愈一切，以理解抚平创伤。我们已经从过往吸取教训，祖国为了适应时代发展，完全可以做出改变。从今以后，德国将扮演起贤明的统治者的角色，而那些曾经的下等民族将成为我们的臣民，与我们和平共处，互利共赢。有些人可能会将其视为帝国主义的另类延续，但那些了解我国国内政治运作的人明白，德国是在以最公平公正的方式向光明迈进。元首热爱和平，善解人意，他向被征服者的让步就是最好的证明。如果新政策仅仅是帝国主义，那我们所要做的就只是继续经济剥削。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或者说至少在经济部长的计划落实之后便不再如此了。我们征服的土地毫无疑问是德国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自然要一视同仁地对待他们。医疗、教育、工作、农业，所有这些乃至于更多领域都将得到德国政府直接提供的援助和补贴。我们将建立起应有的经济体系，自由、公平且杜绝剥削。广大的斯拉夫人肯定能与德意志人一样表示理解和支持。不幸的是，我们仍然未确定东方的那些麻烦事，数不尽的人被我们从那里拖出来，再扔到战时工业生产的炼狱，也不一定非要在战时，反正和和平时期也没什么区别。更糟糕的是，很明显需要有个人为这些道德沦丧的行为负责。因此，国家情报局和宣传人员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德国民众乃至德国阵营的所有民众都需要了解这件事情的正确版本，以及对其最恰当的解释。绝大部分人这辈子都等不到自己想要的真相了，因为这些所谓的真相会把祖国、元首乃至内阁所做的一切好事都毁掉。无论如何，这件事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真相大白，但是至少现在虚构一部分事实还是很有必要的。一般情况下，找替罪羊和解决问题几乎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因为给德国的各种灾难背锅是多年来国家宣传工作的核心内容。只不过我们为讲述当代史准备的替罪羊已经有很多条罪行了，就算给他们再加几条也不会有人在意。当然，如果海因里希·希姆莱不想以有史以来最邪恶的人之类的恶名载入德国史册，或许他当初就该老老实实的去开养鸡场。就目前情况而言，我们在史书上再也找不到比他更邪恶的恶魔了。那些讥讽新式民族社会主义的蠢货对现状一窍不通。我们废除了种族主义驱动下的剥削经济体系，各成员国在德国的保护下茁壮成长，直至可以自力更生，取得平等地位。任何一个自由世界政权都会这样做。实际上，他们过去也美其名曰民族建构，
而我们却会被扣上狼狈为奸的帽子。反正就是合作共荣，斯拉夫人和其他各族人民正在和我们在各个领域中开展合作。他们确实欠我们人情，但当我们为斯拉夫人的付出远远超过美国对原住民时，谁还会称我们为暴君呢？社会组织的问题已经解决，现在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需要元首处理。相当数量的军国主义分子及其同情者藏身于官僚体系之中，逃过了我们的法眼。这事很让人揪心，但没什么问题是我们解决不了的。内战已过去许久，我们不能光靠国家情报局来处理这些老鼠。在这个相对和平的时期，再掀起腥风血雨只会产生不利影响。我们只需要起草若干名单，并将其中问题最严重的几个人调离德国总理府，他们离首都越远，影响力也就越弱。那么我们对殖民地的处理和对奴隶制的处理都有了自己的答案，剩下的改革我会在接下来再给大家带来。那么我们今天这集也就先到这儿了。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不妨点个赞啊，再订个阅啊，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我最新的视频影片了。那么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里了，大家再见。